好，刚刚前面提到，现在中国大陆军事实力很强，那么现在他们的科技技术也很厉害了。我们把镜头呢看到了上海的部分，现在上海有一个地方在大排长龙，就是华为的这个总部。我们看到现在他们推出了新机之后，上海的旗舰店是挤爆了人潮，而且在这个还没有公布价格的情况之下，这个华为呢就提前开启了 Mate 60 Pro 还有Mate X5 折叠屏手机的这个预售，结果这个旗舰店外头，哇，这个排队人潮是已经延伸到了下一个街口，人潮非常的多。店员表示这个排队时间甚至呢要1到2个小时才有可能排得到。讲到这台手机现在呢还有大陆网友发现这个凌晨很多人是凌晨摸黑半夜的时候呢就来到店里头预先排队，这人潮之夸张啊！而且呢不只是民众抢着想要买到。看到了这个京东也向华为求货了，而且呢还冲上了热搜。这个是华为因为要发表新机嘛，非常多的很多民众都心急如焚，想要拿到货嘛，所以呢就催促京东赶紧备货。结果京东呢官方也是无可奈何，他直接是跑到了看到这张图，跑到了华为手机的评论区留言说：“哎呦，来借我点 Mate 60 Pro， 让我给人家发货吧。”讲到这只手机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的引发瞩目呢？除了大家很想抢、很想要之外呢，重点就是它里面的晶片了。这个晶片可以说是立下整个中国大陆一个非常科技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个有一些人已经拿到手机之后呢，他就拆解里头这个重点晶片现在就被确认上头的编号就是2035CN， 所以 CN 呢，没错，就是产地是来自中国的 Made in China， 证实麒麟这个就是由中芯国际采用7奈米制程代工所生产的，这个也是完完全全 Made in China， 也就是呢，在中国制裁之下呢，中国大陆呢还是制成了一个这个晶片，而且这晶片速度有多快啊？这个实测下来这个网速是突破了比时下 5G 网路更快，专家甚至认为这个呢是正向 5.5G 来进行发展。那很多大陆网友就哭诉反战说要感谢雷蒙多认为他可以选美国总统了。不过讲到现在这手机这么的热门，美国会不会有下一步的制裁呢？这个手机幕后一个非常大的推手就是梁孟松了，他现在就很受到瞩目，因为就有官员指出了，现在呢，美国商务部很有可能呢就会携手 FBI 调查华为这个手机晶片，并且呢呼吁华盛顿应该要对整个中国的科技行业来加强出口的管制，来弥补现在呢所产生的漏洞。那么刚刚提到了是谁来助攻这个中芯国际迈上7奈米的制程呢？就是这一位了。这一位呢就是中芯的执行长梁孟松。那么白宫现在是不是会对于他个人来进行制裁呢？也是后续关注的一大焦点。不过现在中国经济还有科技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国际上也看到了。我们来接着带你听到的是荷兰的光科技的巨头温比德他的最新说法。Ze hebben 1,4 miljard Chinezen van een heleboel hele slimme Chinezen. Dan komen ze met oplossingen waar wij nog niet aan gedacht hebben. Dus je dwingt ze eigenlijk ook om heel innovatief te doen, die we dus nog nooit gezien hebben. Nou, jij zei het al, de Amerikanen en de Europeanen hebben een te grote afhankelijkheid geconstateerd. Ja? Protectionisme. 好，我们把重点截录给大家听了。他就特别强调，现在呢完全孤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如果呢不分享技术，他们呢就会自己去研究。也就是说，制裁只是迫使中国大陆变得更加的创新。他觉得自己呢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至于荷兰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进一步指出了，其实对华的制裁呢是可以影响到力量平衡，但是对于他们自己荷兰的经济是有害的。到底什么更重要呢？这个呢要大家好好去思考。而且他的回答是经济效益。中国依赖呢这个我们的技术其实是一件好事，这样子加强制裁的话，恐怕呢只会引发后续更大的这个隐忧。不过想到隐忧，除了国际上现在呢受到瞩目的这个华为手机之外，现在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焦点，就是机器人的部分了。现在呢，大陆的电动车大厂投资华为前天才，这个叫做为何马斯克不该掉以轻心？这个指的呢，就是现在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在上海举行一个发布会，但是呢，2023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亮相，这个产品呢会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就是这一位了。这一位呢是现在才30岁的
的中国年轻人彭智辉，他有一个网络的外号叫做智辉君，他曾经是前华为的天才少年。讲到这个天才少年这个新创的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呢，是在上海的智源近日有公盖一个新增的多名股东，当中呢就包括了比亚迪。这个比亚迪呢是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中的第一笔投资，而这个创办人之一呢就是智慧君。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有多厉害呢？从这个画面中呢，大家来看到，包含了呢他们在工业上的一些制造啊，等等等，已经可以做出跟人一样的动作了，包含一些检测啊，或者一些对于可能容量啊、检测等等相关的动作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到位。还有看到这画面中呢，就是在进行相关的检视，在工厂当中呢，也可以做到人力的一些替代，拿东西也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可以看到这么细腻的动作，挤东西在一个个小小的瓶子当中，这个也可以做的跟人一样的效果。除了呢，这刚刚提到之外呢，拿包裹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刚刚看到这部分呢，包含了在人的居家或者是帮人家开水瓶，当然这些也都是他们有公布到的一些画面。这个呢是第一代，他们目前已经公布了第一个可以通用型人形双足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做远征 AI， 可以双足行走，可以做的事情呢，其实呢包括但不限于新能源制造工厂的整理整数，还有拧螺丝等等。刚刚看到画面呢，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呢，比亚迪呢跟特斯拉，现在未来就很有可能是智慧君还有马斯克的一个对决。现在中国大陆呢最重要的这个企业家正在宣战吗？看到比亚迪的创办人呢，他就提到，现在呢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生产基地的计划将在今年底确定来公布了。其实讲到这个第一个生产基地的计划，包含了德国、法国、西班牙还有波兰、匈牙利。都曾经抢着要，都曾经呢向比亚迪来招手，要来建设第一家在欧洲的这个工厂。想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呢？对，华为这只机子啊，事实上的话，不只是因为引爆了中国大陆这个民族主义热潮，大家买这个机子啊，因为它经过实测，它有点物超所值啊，6990块人民币。然后买一个5.5G 水平的这样子一个手机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啊，大家都想要一批啊，而且不要忘记啊，它的还有这个卫星电话系统啊，现在证实卫星电话系统你家使用的话，一个月有个200块人民币的，多加一点这个费用，那你走到世界任何角落，你都可以透过卫星的电话，只要你要使用的话。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不但是就是说性能好，价格也便宜。当然现在很多持怀疑论者啦，欧美的怀疑论者就是说，它现在一开始说是要600万只，那现在定了已经1500万只了，再接下来可能它今年要卖到4000万只，就是说要卖到4000万只，那留下来就是它的怎么样，它的量产的考验。你要知道，这个现在芯片已经证明是中国大陆制的，是应该是中芯的，所以才会想到说要去整中芯的 CEO 梁孟松。你知道梁孟松是台湾人啊？哦，梁孟松是我们台湾去的，他原来是这个台积电的这个研发长啊，他跟那个蒋尚义啊，事实上是台积电两大这个人才之一，两代人。那当年他因为升迁的关系受了一点委屈啊。他第一次是被三星挖角过去，那时候造成他这个电脑芯片界的震撼就极为的大。后来梁孟松离开三星，他就去大陆，他曾经在武汉宏芯，可是那个投资计划不是很成功。接着他就到这个中芯，那中芯这个17奈米的量产跟良率的话，没有这样子的高人的话，人家是说很难成功的。所以外界就在猜说，你看梁孟松接了 CEO， 他就做到了。所以这个人的关键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就传出来，美国可能要找他下手啊。那不过整个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产业商业竞争里啊，第一个你的产品品质好，第二个你的价钱又比别人低廉的话，那老板这个就是说，顾客不买这只手机，买哪一个手机呢？现在只是把它，美国这个只能把它强压在中国以内，可是中国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所以你今年能够卖4000万只、5000万台的话，
那华为的就好，真的重回江湖那就是已经一个现实了。那这个荷兰人讲话我是蛮喜欢听的，因为荷兰人第一个很务实，这个民族也很有个性，而且他们真正懂中国。为什么你知道？在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数百年来都在荷兰。荷兰有一个大学叫莱登大学，那个城市也很漂亮。那个莱登大学研究汉学，在欧洲研究了几百年。你在那边街头碰到男男女女碰到他搞不好会跟你讲流利的中文，那个学问都非常好。所以荷兰人不是不懂中国，倒是美国比较不懂。所以荷兰 ASML 的这个执行长，你跟他讲话，整个眉头全部皱在一起。他知道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力可以赶超 ASML，只是你不要给他这个机会。你知道 ASML 的极紫外光刻机一台可以卖多少钱吗？1亿美元以上，生意被抢走了，他整个公司怎么维持下去所以他是真正很担心所以他就是说，现在如果孤立他们的话，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创新了。那舰长你怎么看呢？这一个提醒也就是刚刚大使讲的这个那个艾斯摩尔这家公司的执行长他的提醒，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提醒是从何而来的？而且在之前的节目我也提出说 ，NEC 跟 Sony 他的一个高阶经理人也提出类似的一个那个警示也就是如此的管制大陆的这样的晶圆的输入事实上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国际的一些论文发表上面，也就是研讨会上面，他们都会听到这个有关于大陆它的一个相关的论文发表。我们上一节讲到哈工大在2013年就出了一系列的论文，都在讨论什么？都在讨论光刻机2013年距今已经10年了，你觉得它没有进步吗？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们现在在讲说，看到那个大陆现在有人形机器人，可是我们知道吗？现在大陆的解放军他们在那个步巡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巡视营区的时候，已经开始试验用机器狗，就是那个狗本身是机器做的，来一起巡视，然后它也会扑杀的这种动作所以我们这样讲中国不但这样的研发而且他们也已经实战化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在因应少子化。我们因应少子化在干嘛？我们台湾因应少子化只会发钱，发钱没用。为什么？你发在哪里就涨哪里，结果就变成这些家长完全无感。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华为，我们如果说看那个华为的话，经常会伴随3个字叫捅破天。为什么捅破天呢？事实上来讲，也就是这个天通1号它的卫星它的卫星我们现在看到黄色的这区域，也就是在大陆本土，这一个是在2016年发射的卫星。那我们接下来看2号，也就是在第1岛链跟第2岛链的菲律宾海。那这里呢是2020年发射的。那有关于一带一路，这里是2021年发射的。那其实它这个是需求推动。为什么是需求推动？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国家应急通讯的地方，它就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汶川地震，所有的对外通讯中断，所导引出来这样的一个需求推动。那韩冰哥，你觉得呢？现在马斯克要担心了吗？其实，在商场上的竞争本来就是你退我进嘛，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谁只要耽搁了，谁只要没有往前进了，很快就会被人家超越。那对马斯克来讲，他当然现在特斯拉也面临到比亚迪的强力竞争，而且不只是光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包括 AI 人工智慧，包括人形机器人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未来中国大陆一定会在这方面努力的。所以马斯克如果没有想办法突破的话，他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他现在特斯拉为什么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在降价？
就是因为它车型一直没有做新的改进，那老是那几款车型卖了好几年，那比亚迪人家是可能一季就推陈出新一种新的车型，然后它整个效能啊也不断的在增进，那这样子特斯拉相对来讲市场竞争力感觉上就没那么强，所以我觉得对马斯克来讲，这个他当然也要想尽办法去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只是中国大陆的进展到底多少呢？我看到梁孟松这个人，我就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几年前梁孟松去接中兴执行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国内一片嘲笑之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说梁孟松根本就是个过气人物，就是在台积电没用了，所以才会把他放走，然后放去中国，讲得很难听，说他根本是去骗吃骗喝，然后根本什么东西也弄不成，因为梁孟松掌握的技术都是已经过时的技术，是台积电已经不需要的技术。结果现在人家搞出来，你们又说美国开始要调查他，又要开始讲是不是要制裁这个人。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随便太去轻忽别人的能力，也不要去轻忽别人投资了多少东西在这里头。中兴过去大家一直在嘲笑中兴啊，说中兴的很多都是骗人的玩意儿。那现在人家做出来，你们又在疑神疑鬼啊！现在一大堆各种猜测，说他可能是从哪里偷来的技术啊，或者说委托美国的厂商制作的啊，反正各种传言都有。但是我觉得你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经过实测，它确实这一颗晶片的效能是超乎预期的。那跟过去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水准，显然它要升了一个档次。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自然而然西方这些国家也会面临新的挑战。其实中国自己也知道，他们现在技术还不能完全跟世界第一流的技术抗衡，但人家在不断的投资，不断的努力。那就好像艾斯摩尔这个执行长担心的，那未来你就逼迫中国大陆不断进步的话，有一天他真的达到了这个水准的时候，到时候西方到底该怎么办？那么针对在国际上，现在 G20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焦点呢？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紧接着带你来看到的是 G20， 严格来说，现在呢应该要叫 G21， 因为呢，首先先看到了李强啊，他呢在峰会上是已经首度发言了，特别提及到了先前这个全球倡议再喊团结不分裂这件事情，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包容不要排斥。那么中方也公布了内容，与会领导人欢迎同盟加入 G20， 这个地位呢将跟欧盟是相同的。那么刚刚为什么特别讲到 G21 呢？就是因为印度 G20 的开幕呢，趁着习近平没有来，是不是想要抢着当老大呢？除了加入以外呢，现在可以看到呢，它的街上面已经几乎是整个提升了安检的规格，已经有街道没有人，而且店家呢甚至是没有营业，整个是宛如空城，只有看到警戒的军人，还有纳凉的老人以及猴子们。那么回到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刚刚提到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是不是想要当老大？而且还有个很大的关注焦点，在他前面的名牌上面写的，不是印度的这个英文名字，而是梵文、古梵文的词汇，这也引发外界的猜测说，现在印度呢是不是有意想要更改国名呢？至于呢，现在大陆官方智库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他就说，以强硬词汇呢批评印度在会议中的选址还有议题等方面夹带私货，诸多小心思，为 G20 呢带来了更多的分歧。讲到这个 G20 呢，我们看到其实拜登呢在这个峰会之前呢也会晤到了莫迪，他强调呢美国支持印度来入常。所谓的入常，这个常呢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可以看到呢，现在呢，而且美国工业呢也是加大了整个对印度的投资，放眼的就是这个一带一路了，宣布呢要跟印度建立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竞争对手，甚至呢他也跟沙国还有其他国家要将在 G20 峰会上来签署相关的协议，拟定呢制定大型的一些港口计划，要将中东、印度还有整个欧洲连结在一起。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当然也是强力反弹了，《金融时报》就直接说，中国大陆呢表明反对的立场。讲到这个表明反对立场呢，这也显示出了其实美中两大超级强权在整个国际上的这个对立是越来越鲜明了。而且呢，看到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王毅呢将会缺席联合国大会。那么是不是可能习近平在年底的访美计划会出现变数呢？就是因为在美国计划原本呢
北京是计划要派韩正来出席联合国的年度政府领袖会议，而非王毅。也就是说呢，原本应该是王毅要去的，等于是有点会前会来进行相关年底可能在 APEC 当中呢会出现的一些规划。但现在王毅没去了，是不是代表呢不会到华府研讨习近平访问旧金山的相关准备工作，也有可能就意味着习近平可能会缺席 APEC。那么除了美中的角力之外，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也很紧张，就是因为这个核污水的争议。核污水看到大陆现在呢也超前部署了，他们在农渔业的这个规划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完善，包含了新疆这个所谓的新疆的这个鲑鱼现在爆红了，因为呢他们已经包含了可能之前的一些规划已经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大家都称为它现在呢是最安全的水产品。那么不只是新疆，其他地方的一些包含了鳟鱼鲑鱼等等需求都是强力的在往上增加。专家就表示了，现在大陆呢对日本排放核污水呢其实早就有布局了，超前部署现在呢除了新疆人的海水还有新疆的生产等等等，现在也有很多科技部门建设跟海鲜相关养殖基地等等，还有大闸蟹，还有盐碱地的养殖虾等等，都做了非常全盘的规划，有种未雨绸缪的感觉了。我们先问一下介大使就包含了现在 G20 这个峰会，有看出哪些端倪呢？对，莫迪就是说降强老大事实上是已经没有希望了。第一个，他国家的实力实在是不够。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印度过去他强调说不结盟，他强调他是发展中国家，可是最近他加入的几个这个结盟的就是说让第三世界国家对他的立场有一点点怀疑，认为他松动。比如说四方会谈，这个四方会谈的话，基本上都不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美国、日本、澳洲，都是已开发国家。那印度去掺和到里面就对他的这个立场就有问题，因为在G20 里面基本上就是两个集团，一个是所谓的 G7， 美国这个欧美的这种以开发国家、发达国家对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这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合，那没有中间，你只有看你是属于已开发还是开发中，所以印度过去他跟美国走得太近以后开发中国家对他的信赖，我觉得就是锐减。而且这一次有关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峰会的时候瑞士企图去阻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加入，这个也让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对于印度的地位会产生高度的怀疑，而且会拒绝他以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自居。那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你必须要有一个条件，你就要可以跟美国硬对，你必须要是美国的对手，你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代言人。你处处跟美国人合作，你处处跟西方国家这个眉来眼去那个基本上发展中国家这个领导人地位不会给你的。中国大陆不做的话，沙烏地阿拉伯可以对不对？那你埃及也很强南非也很强巴西也很强这些相对之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印度现在已经自己搞砸了，然后不是说被别人搞砸。那这一次G20的峰会你看那个西方的那个角度，就觉得很好笑。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谁不知道新德里满街乞丐，一片脏乱，对不对？他们来之前盖了一大堆这些这些招牌说盖招牌，其实都盖哪里？就把他的那个贫民窟给它遮盖住。请问一下，如果印度的贫民窟可以靠招牌可以遮掩住的话那印度的贫民窟就不叫印度的贫民窟，印度的贫民窟是成篇非常大的。然后呢，这个街上的脏乱，即使商店你刚刚看也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印度要成为所谓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代言人觉得是毫无机会。那舰长你怎么看呢？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电视墙上面有说，拜登宣布与中国建立，不是那个以印度建立中国“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先帮个忙，那个提升安检规格之前请先
请美国跟印度先提升你基础建设的规模。怎么说呢？你看看美国到现在为止，有像中国一样的发展高铁吗？没有，通通坐飞机。然后我们来看看印度，有去过印度玩的人，你心里的 OS 是什么？绝对不可以那个饮水，也只能喝矿泉水，瓶装的矿泉水，绝对不可以再加装那个水一定有问题。这个国家脏成这个样子，你说要跟大陆抗衡一带一路，是痴人说梦吗？另外，为什么习近平主席不去 G20？ 这要问 G20 本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实上来讲，从2012年习主席就任以来，他每年都参加 G20。这一次为什么不去？因为你做了太多的决议，事实上你都不去履行。我举个例子，在2021年的罗马峰会而言，事实上来讲 ，G20 的领导人他们以有意义和有效的行动限制全球暖化。限制全球暖化，也就是不替海外的燃煤电厂提供融资，但是这件事有发生吗？想一想，我们台湾一天到晚都在建什么电厂啊？除了绿电少部分的绿电之外，都不是燃煤，但是都燃气啊，不是一再的增加排碳吗？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2021年的罗马峰会，他们做成这样的决议，可是2022年呢，全球燃煤电厂的发电量却创造了新高。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只是大拜拜而已，其实一点用都没有。这件事情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提到了，提到什么？也就是大家对于就是这些 G20 其实占了全球85%的国家，通通如此的分歧，事实上世界正面临了那个冲突的风险。好，那么刚刚特别提到这个中国大陆针对日本核污水这件事情未雨绸缪，包含了鲑鱼啊、螃蟹啊、鳟鱼等等，现在需求暴增。海明哥你怎么看？这个是很正常的了，因为日本一排放这个核污水，不管它再怎么宣称多安全，那事实上是日本民众自己都不是很相信啊，所以日本自己的水产都跌了，那其他国家人会不担心吗？那对中国大陆来讲，那他正好借由这个机会，更加发展它的内陆的这些水产资源，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我觉得经过日本这一波搞的话，新疆这一些水产恐怕还会涨价，因为需求恐怕会变得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早就知道日本一定会干这一招，所以就自然要做一些提前准备。导致我都没有看到我们台湾有任何提前准备，好像我们就准备日本大哥哥要放了，我们就接受他的善意，是这样子吗？我真的不晓得我们政府到底在干什么。那可是印度呢，他最近动作很大，莫迪上来之后，莫迪看起来是雄心勃勃的，好像一直想要把那个印度提升到世界一流大国的这种趋势，甚至扬言说他马上就要经济进入世界前3名。那真的有这个机会吗？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以印度整个的社会结构来看，要达成这个目标，恐怕是困难重重的。就好像刚舰长讲的一样，这个国家连基本的卫生习惯都有问题，然后内部的问题又错综复杂，基础建设又非常的糟糕，这就再阻碍了印度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这样的一个理想哦。那至于印度最近好像突然之间想要改名了，要把那个婆罗多拿出来用。那实际上印度过去就是印度跟婆罗多在他们自己内部是2个一起用，那只是对国际它是用 India 这个东西。那有人会推测，如果印度真的改名成婆罗多，那你知道会发生一个连锁反应，什么反应？就是巴基斯坦可能会改名叫印度。然后呢，阿富汗可能改名叫巴基斯坦，因为这3个国家是在地理上是连在一起的嘛。那他们过去各自有。好，我们来看看科技大战。华为因为出重拳、出新机的关系，当然对于全球，尤其是美国的这个企业苹果都受到重挫跟紧张啊。华为的上海旗舰店，我们看到了挤爆的画面，同时 Mate 60的 Pro Plus 跟 Mate S5的新的这2款紧接着推出来之后，没有几秒钟，形容是就卖光了。网络上面的预购，还有现场的排队，那网友们讨论都是，比方说昆仑玻璃啦、玄武框架啦、麒麟晶片。
啊等等啊，这些新的系统里头，北斗导航等等，拿着的感觉是辟邪吗？买给老爹刚刚好，意思就是说这款新机可以影响多少？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不知道。但是现在在官宣的这个2款新的手机呢，处理器却被认为还是一个谜吗？因为官方公告的手机参数没有提到这2款新手机的处理器型号。预计是不是过去至少9000S 晶片？甚至可能是传闻中的9100吗？那么这也是目前传出来说 CIA 都要来查哦。为什么？意料之外的5奈米麒麟晶片9006C 是问世了吗？那么是根据一些中关村微博等等里面的一些说法哦，就是说麒麟晶片呢，最近这几个月要出笔电，这个笔电就有5奈米的9006C。麒麟100的产能不够，所以还用不到。但是接下来用到明年的 Mate 70就会用到，而其实它已经产出来9100了吗？那现在是用7奈米，5奈米的技术现在已经研发出来，接下来就会实现在笔电上。这件事情如果让其他的科技竞争的产业看到，一定就觉得紧张啦。全球现在只有台积电跟三星能够实现5奈米的工艺量产。而这2家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帮华为代工哦。那荷兰的半导体大厂艾斯摩尔他说，其实他们企业界都很担心，因为在这一波中美对抗里头呢，艾斯摩尔执行长就認為啊，是會造成很慘的西方的自食惡果。聽聽他的擔心。Ze hebben 1,4 miljard Chinezen van een heleboel hele slimme Chinezen. Dan komen ze met oplossingen waar wij nog niet aan gedacht hebben. Dus je dwingt ze eigenlijk ook om heel innovatief te doen. Die we dus nog nooit gezien hebben. Nou, jij zei het al. De Amerikanen en de Europeanen hebben een te grote afhankelijkheid geconstateerd. Ja? Protectionisme. 太自以为是了。这担心的是企业界都很担心啊，这种技术要把它锻炼的结果，可能会让中国自己去研究之后一直在精进，反而其他抵制的国家里出现的问题吗？华为新手机的启示在分析里面是说，筑墙不如拆墙，合作本来是人类技术创新的最快路径，但2强竞争之下，恐怕是往反方向走。苹果当然影响最大，股市已经直接重挫了2天之外，来势汹汹，苹果被形容4面楚歌。不过下礼拜也有大事，苹果也要出新机哦。那么中国有意扩大的禁用范围消息传出来，不只是中央、地方，然后国营事业的这个禁止限制范围，苹果公司跌2天之后，股价更创下11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那么甚至会说，让分析师认为会让苹果出货量至少减少100万台。那进 iPhone、进 Apple Watch 1000万台，对不起，进 iPhone、进 Apple Watch、进 AirPod 周边所引起来的雪上加霜，恐怕会更大哦。被说华为让苹果在大陆瓦解，还有一道追杀令才是最重要的凶手吗？中国扩大 iPhone 禁令到国营企业，影响数上看了4000万人哦，让股价震荡。专家认为，如果禁令再继续扩大下去，马上就不保所谓的龙头啊，科技手机龙头的这个地位在中国的市场，那么所以才会说美国启动 FBI 介入调查咯。这个是由官方所宣布的消息，说这个商务部官员说，商务部啊可能携手 FBI 去调查华为新手机的晶片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有其他的人协助他去研发？华盛顿要对整个中国科技行业都进行出口管制，那么所以中芯执行长梁孟松。这被说是台积电最大的叛徒嘛？哦，他从台积电离开之后，现在到了中芯去担任执行长。那么华为让美方吓了一大跳，出手一定会更重。但华为不管是踩到红线，是不是踩到了？但无论如何，中芯科技产能会更好吗？现在外界正在关注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亮哥还看科技大战。其实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是高通啊，因为如果中芯国际可以自己做通信晶片，那中国大陆未来就不一定要买高通的通信晶片，是啊，所以这个是最直接的了啊。那接下来是苹果啊，苹果是这样啊，因为苹果、华为事实上 Mate 60到年底，事实上能够交的货也没有预期中的多啦。啊，可是苹果应该是这个月嘛，它就要上市了。这个下个礼拜就会对，就是 i15嘛啊。那苹果一上市，那个量一定非常大了啊。
那到底华为 Mate 60能够出货多少？在中国的市场会不会把它取代掉啊？这个事实上，我觉得重点不是华为啦，是听到很多消息都说中国政府要对苹果的通路做管制了，这个才是更致命的啦。这个不是华为啦。比如说，就传出一个消息啊，说大陆官员不能在公开场合使用苹果手机。公开场合都不对啊，行那难道你会因为公开场合、私下场合，然后准备2只吗？不可能嘛！所以这里又牵涉到中国大陆的官员指的是谁啦？因为我去看的数字啊，如果是公务机关聘用的，从中央到地方总共700万人，那如果是包括国营事业员工，那加一加有5600万人。所以他到底是要限制哪一个啊？而且我讲白了啦，因为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了，这个也已经有人在微博上写了哈。那如果这个风潮起来，那会不会波及中共党员也不用啊？中共党员在中国大陆有9400万人呢。哦，我觉得苹果担心的是这一种的啦，而不是华为啦。因为华为到年底，我认为出货大概不会到1000万啦。到年底啊，虽然他现在提高了生产标准，可能提高到1500万啊，可是到年底不至于能够出那么多货了。那这样当然有冲击到苹果啦，可是那个冲击就不是根本性的啦啊。可是如果明年呢？明年如果华为开始各系列都开始大量的卖，那我认为回到1亿只可能性是蛮高的，因为他去年就3000万，那2019曾经2.4亿只所以我认为他如果恢复了那个发展的力道啊，那明年确实有可能到1亿只啦。那我跟你讲一个啊，如果造成苹果少卖，或者是造成高通少卖，那台积电都受到冲击。没错，因为都是台积电代工的。没错，真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联动的戏码会发展到哪里，真的不知道啊。可是华为的行销的策略给人家感觉信心满满。因为8月29号才推出 Mate 60嘛，然后就在两三天前又立刻推出 Mate 60 Pro Plus， 对不对？又推出那个 X5啊，哇，这个好像晶片来源不是问题源源不绝，然后各种机型早就想好了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大复仇了，就是这样的味道。不只是绝地重生而已，好像手头还有很多筹码准备要放出来。毛元，这个叫做帝国归来。华为本身就是一个帝国啊。其实我觉得艾斯摩尔的话大家要听进去因为美国卡他是最厉害的就是光刻机啊，光刻机现在是 EUV 极紫光卖都不卖。可是问题是，这1、2年在大陆上以极紫光为题目写的博士论文就超过了300篇，然后其他的博硕士论文谈极紫光的不计其数。什么意思？你越近，中国大陆就越多人投入研究。那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那种天才型的，像那设计那个电磁弹射器一样的那个马先生啊？对，那如果你碰到这种人物啊。这个万中没有取一，就10万中，10万中没有就100万中。他们念理工科的毕业生1年有500万人毕业生有1年有500万人所以为什么艾斯摩尔那踹了蛋理由他说，他刚才讲很清楚啊，中国人总是会有聪明的人破解这些制造的一些奥妙嘛原理都知道，只奥妙不知道所以你给他破除的话，打中国退出 EUV， 你不全世界晕倒。那这一关你破的话，其他的制程都不是问题。要制裁梁孟松，梁孟松说台积电的叛徒，我不晓得台积电有什么资格说他是叛徒。他是台积电的创立科技事业的功臣，没有梁孟松的那一大堆专利，台积电不晓得落后几年才能够有今天的规格。但梁孟松最早的不是去大陆中芯是到韩国三星到韩国三星把韩国三星带入这个高端制程。然后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你又跑到中国大陆去挖角，挖角。
当然人有表现的机会，他就要秀给大家看嘛，就像武功高强的人一样，他动不动就要比武给你看啊。那这样一个人物当然算是一个不世出的一个才干之士哈。那你美国管制有什么用呢？你美国为什么当年那个谁啊，那个英特尔不挖他去呢？挖他去不就没事了吗？大陆的政府应该有点故意啦，趁着雷蒙多来啊，那个华为推出去，然后华为推出去，接下来就是禁止苹果手机，它那个影响是很大。我估计会比想象中来大，至少2倍。理由在哪里啊？也会传承一种社会气氛，好像你拿苹果手机就是不爱国，那谁敢拿？真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对苹果来讲，它至少会在大陆上至少失掉1/3以上的市场，这个不能不说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干嘛我们要走到这个地步呢？美国人就是觉得我砍你2刀，你大概不会回应，没想到他回来就给你一巴掌哦。那美国人至少最好想一想嘛，现在还想着如何去再继续打压华为，我觉得想太多了吧。FBI 都要介入调查了呢，包括要制裁相关的人，或者是更扩大，再把这个晶片可能的供应链整个要断掉，但办得到吗？现在我觉得这个缺口可能就未来会出现在荷兰。第一个，你看艾斯莫尔他这个总裁讲的，他这个 CEO 讲的这句话哈。它反映是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整个这个荷兰今年上半年从1月到7月了，对大陆出口这个半导体的设备成长了64%，总共有25亿美金哦。那因为它现在的是这样子，就是到9月1号开始，它连这个 DUV 啊，就是这个深紫光这个机器啊，它都要有执照才能够出口。然后到明年1月，它就完全不能出口。那现在不只是 EUV， 连 DUV， 就不只是极紫光，连深紫光以后都不能出口。所以荷兰是非常着急啊。那他也了解到说，你今天不让我出口，第一个，大陆它可能自己会制造；第二个，会不会有其他国家或其他厂商私下去出口呢？就像当年这个拿破仑颁布这个大陆封锁令，结果最后呢是俄罗斯开始跟英国进行贸易嘛，因为你封不住嘛，那拿破仑控制整个欧洲大陆都封不住，那你现在美国有这么多其他国家，那特别是像荷兰，那讲到荷兰，当然就讲到这个艾斯摩尔的 CEO 他讲的第2件事情，其实他这段谈话讲2个重点，一个讲到就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封锁，另外一个讲到的是说他需要有更多的移民。那因为最近今年7月，荷兰的政府刚刚下台，那他现在进入看守阶段，然后准备要改选。他下台的一个理由就是关于这个难民他们可不可以跟他们的家人团聚的这件事情。那所以移民问题其实是这一次荷兰大选的一个主轴。那现在荷兰大选的里头呢，它大概是两条路，一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右派的这个执政党，那他现在主要这个就是人民党，那他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反全球化的、反移民的，要推动跟美国合作禁止出口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左派的这一群人，他们可能从人道的角度，那可能也会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说，是不是要继续封锁中国。那现在左派这一群人呢，最有可能就是他最有可能推上来担任这个首相的，叫做这个 Frans Timmermans。他是谁呢？他是刚刚卸任的欧盟执委会的副主席。那他也才刚刚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气候特使谢振华，还有美国的这个气候特使凯利谈了一个 deal， 谈了一个构想，就是说要3方面在气候方面合作，但是要放松晶片的制裁。那未来，因为现在来讲，2个左派的政党是分别居于整个这个大选的第1跟第3的支持度，所以然后那个第一高的那个支持度叫做新社会契约，他说他不会担任总理。所以说最有可能担任总理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位原来欧盟的副主席。那他如果一旦担任总理，他会不会推动跟大陆这个进行所谓的气候合作，换这个什么呢？晶片，放松晶片管制。那荷兰就有可能成为美国晶片管制的一个缺口。而现在主要的这个制造半导体的设备，我们刚刚讲的 EUV 也好 DUV 也好，最大的这个出口商就是来自于艾斯摩尔。所以我认为荷兰是未来我们看整个晶片制裁里头最重要、最值得看的一个国家。是，当然这个礼拜有好几件科技大事都要发生，持续来观察。
但现在国际间正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叫做 G20， 但即日开始 G20 不叫 G20 了，叫 G21， 因为有21个国家。看看现场的画面。现在宣布的是说，现在增加从20个国家成为21个国家，邀请的就是非盟主席阿季利，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加入了这个 G20 的组织。那当然，习近平金砖会推动的结果是不是在这里呈现了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了哦，非洲联盟加入 G20， 中印是推手。是中国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非盟，所以才能够加入 G20。对于非洲国家来讲，会是大利多吗？过去8月份南非金砖国家的时候，习近平就公开宣布过。那么到了 G20 峰会上面，李强还特别提及欢迎非盟加入。所以这一次在G20 的峰会上面促成了这个全球倡议，让非洲也加入合作。那么美中当中对抗的敏感度又在哪里呢？其中尹锡悦在这个会上面是最跟习近平走最近的一个人哦，因为韩美领导人 G20 峰会上面，再根据报道是韩联社的报道，这两个人一天3次共同对话呀。尹锡悦跟拜登3次碰面之外，除了早上会场交谈，下午尹锡悦向拜登致意，晚宴两个人甚至直接并肩而坐，还聊了1.5小时。那这韩联社的报道告诉大家是什么？尹锡悦跟拜登关系密切，但是尹锡悦跟李强的双边会谈呢，还在积极修补中韩的关系，有办法吗？其中韩国在国内的反对声量非常的强大，尤其是这位在野党的领袖李在明，绝食居然进入第11天了啦！哦，我们之前林义雄的绝食是9天。南韩最大的在野党领袖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可是在这绝食的过程当中，同时居然还要面对检方的调查哟。在绝食9月9号的上午10点半，地方检察厅直接把李在明叫去审问另外一个案件哦。到了下午结束讯问之后，9月12号叫他再来一次，他现在在画面上新闻画面上所呈现出来，都是已经非常虚弱的躺在现场了。那么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另外一场了，国家机器恶搞抗议声浪吗？很多民众上街去抗议，声援的就是李在明。那在这抗议声中，要尹锡悦夫妻一起下台，看起来人潮汹涌，民意沸腾。当然，就看李在明能够赢得多少民意的支持。只是我看到有意思，说为什么叫尹锡悦夫妻一起下台？通常是总统，人民选的是总统，又不是太太哦。但是万田文雄在日本的部分呢，仍然也一样为了这个核污水的问题，在国际上参加 G20 峰会，反而变成是说明会，一天到晚一直在讲福岛有多么的安全，不断的强调，反而让其他的国际议题通通不见了。而国内一样面对很大的问题，福岛的部分居民告上法院，要求停牌，国内也没有搞定哦。当习近平不去 G20，反而去哪里呢？国际上也在观察，他去了黑龙江，他说在东北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发展冰雪经济。全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这里，号称最大的这个耕地啊，所以不管矿产或耕地，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粮仓啊。亮哥，看看 G20 最新的发展。这个 G20 非盟参加，这个在意料中啦，这个并不是争议点啊。这个争议点应该是，比如说这个拜登本来想要推这个全球基建计划嘛。那后来欧洲反应并不热烈啊，然后后来还有比如说这个俄乌战争的措辞啦，后来有联合声明，对，那可是对俄罗斯并没有谴责啦，那只是表示对乌克兰的受苦那表示同情啊，大概是这样啊。那据我了解，泽连斯基非常的生气了啊，那这个刚好也凸显出G20的基本立场啊，就是他确实有很多国家不想表态嘛，那因为印度坚持要有那个联合声明啊，不然他就说我一事无成啊，对不对啊？那其他的我觉得主要的成果是美国跟印度的高峰会了，那个倒不是G20啊，不过未来我们大概就会看到G21了啊。那非洲联盟事实上参加是中国跟印度联合支持的啊。那基本上他应该会站在全球南方这一边，不过我认为G20未来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
因为 G20里面有一些国家根本就是美国特别安排进来的。你去看嘛，里面有欧盟然后墨西哥、韩国、澳大利亚我稍微算一算，这样的国家加一加就12国了啦，加上 G7 嘛，所以美国是可以主导的那我觉得中国大陆越来越不倾向参加这种美国完全主导的机构了。那现在它有金砖嘛，所以未来中国大陆可能会更认真去营造金砖的那个决策的能量然后就直接到联合国去跟 G7 对杠，而不会说想再错过 G20因为 G20你去，我觉得越来越难有结果了。事实上，上次在巴厘岛就是这样，那这次收获也相当少了所以我认为它的作用应该会越来越小了那这个韩国的事情比较麻烦因为这个尹锡悦是总检察长出身的，所以他现在有一点当然这个文在寅李在明他们这个左翼的就觉得他是在司法追杀嘛因为这个案子真的有点离奇啦，就是这是发生在2019年。那韩国有一个集团叫做赏邦尔，赏是衣裳的赏那他是做衣服的，那他支持这个，因为那时候文在寅他们执政嘛，所以他是支持南北韩对话的，那结果他就出了一笔钱总共800万美元，就直接汇给那个北韩那里面有300万美元是对韩国官员的接待那当然还有500万美元，他可能是垫款因为照理讲那个500万应该南韩政府要汇给他，那个是要开发这个北韩的友谊农场那这个是韩国政府已经同意的那结果竟然是这个商业集团先把钱汇过去，那后来他们有做一些交流嘛，那个交流的费用北韩那个钱也是来自这个集团，收到了300万美元。那李在明的助理就是处理这个事情的主要的负责人那现在这个尹锡悦那边就是抓到说你这个李在明的司法费用事实上也是这个集团付的，所以就说你应该是知情的然后就不断的在传讯他这样那我认为这个会很麻烦因为这个就是司法事件嘛，那双方各执一词这样而且对一个绝食抗议11天的人，现在一直传唤他，对，一直传唤出庭，这会造成民意更多支持者的沸腾吗？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核污水排放的议题呢，让日本首相到了集团体一直变成一个说明大会，而其他国家的很多的影响也都在其中，尤其是韩国。我也怎么看？岸田文雄当然抓着东协会议大肆这个辩解说他的核污水没有问题，到集团体也是这样辩解，他一定抓住任何国际场合尽量的宣传跟辩解，可是没有人呼应这是好好笑的一件事情表示期待，要么沉默，那只有中国这个国务总理这个李强说他2句好像大家为了和谐也懒得跟他辩这个东西至于这个集团体这个组织本来就有点大小眼现在才让非洲联盟加入非洲联盟没有错啦，它的总 GDP 跟英国差不多3兆美金，可是南非也是在集团体南非才多少？南非才4000多亿美元的 GDP 阿根廷才5000多亿美元的 GDP 可是不要忘记为什么不让奈及利亚跟埃及加入？埃及也有4000多亿奈及利亚有5000多亿所以集团体是大小眼基本上是大小。那中国在帮忙推动这些国家加入国际组织，所以美国这些集团会觉得中国是在稀释集团体那可是，在这种压力底下，他先让非洲联盟加入，接下来就看看要不让这些基本上超过4000亿，如果以南非为标准的话，以4000亿 GDP 美元来做标准的话，应该很多国家都可以加入了这个习近平没有去集团体，去黑龙江
倒是要呼应一下民进党最喜欢讲的哦，如果你不抗中的话，查甫的爱去黑龙江啊，男孩子要到黑龙江打工。那我们看看长什么样子是吗？看样子黑龙江哦是越来越有钱嘞啊！如果说再加上哦那个海参会变成它的内陆港的话，那黑龙江的经济起飞啊，现在大概是在中国大陆都排名前面。再发现黑龙江又有大型矿场，这个矿场不是一般的矿哦，是什么？石墨矿。石墨烯现在是很珍贵的一个物品哈，大概武器啦、电动汽车啦，还有电脑、超级电脑，你想得到的它用得到哈。哇，所以黑龙江看到就要发了，所以不晓得这个民进党要不要改口啊？查甫去黑龙江哈，可不可以准许我们台资企业也可以去那边挖这个石墨矿哈？不过我是觉得李在明有点可怜哦，怎么这么一个绝食才1万人声援他哦这个实在太单薄了一点哦。但是用这个方式对抗这个尹锡悦，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效果。为什么？因为他韩国总统不能连任嘛，他就皮啊，把你任期做完。他民调还有34%，因为亲美的人在韩国就有34%所以他只要把基本盘顾了，他其他根本不用管你嘛。当然他还管你去要他下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不过绝食如果严重是可能会送命的耶，看起来到11天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国际外交场上 G20 正在召开，不过从即日开始已经变成 G21 啊，增加了一个国家——非洲联盟。对，这一次主要看点当然是印度了，因为印度一直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代表。这里头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全球南方跟另外一个称法叫做全球东方。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印度希望它跟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谓的很清楚的站在西方阵营的这个对竞争面的这一些国家不一样，他希望这个他所代表的全球南方是一个既不是西方，但又不是跟西方直接对立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一个位置啊。但是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就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问题的处理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因为乌克兰其实在去年巴黎这个集团体高峰会的时候，他最后通过是说要求俄罗斯